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大部分人失败的3大主要原因，被分享亲测有效的解决方案。只要你认真执行这些方法，我保证你能快速的成为做任何事都能成功的成事高手。第一个原因是很难开始。俗话说得好呀，万事开头难，而开头难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想得太多。很多人在开始做一件事的时候，常把事情想得过于复杂，会设想出很多的条件和困难，往往还没开始就把自己给唬住了。结果很多事都是说说而已，而难以付诸实践。比如小明啊，好喜欢一个女孩子，想约她出来，但此时脑海里就会冒出各种理由劝退自己。万一她拒绝了我怎么办？这样问是不是很没有礼貌，很唐突呀？她那么的优秀，应该有很多追求者，自己会不会根本就不够格呀？甚至开始担心，如果约出来了，聊不来岂不是很尴尬？在这个自我恐吓、自我加戏的过程中，手机聊天框里晚上有空吗的信息已经被删了1次了，然后自然是没有然后了。要想顺利开始一件事，首先要摆脱自己吓自己的毛病，把想太多的开关关闭，告诉自己困难是会有的，但是到了出现的时候，你再去想，再去解决。想都是问题，做才是答案。不要提前预想还没发生的问题，减少精神内耗，集中精力在开始这一件事上面。等你真正开始做起来了，你会发现根本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。第二类想太多是想各种开始的条件，比如说去健身，天气这么热，下周再开始吧，得先买好装备啊，运动鞋、健身服、蛋白粉，要不要请私教呢？哪个私教比较好？哪个健身 APP 更划算？最后1年过去了，健身仍停留在计划中。最后一类想太多是现在我的状态不好，等状态好了再开始。而事实上，只有行动起来，我们才会越来越有状态。就像惯性定律，一个静止的物体会保持静止的状态，但是只要把它推动起来，它就会脱离静止而去保持运动的状态。设想一下，不去行动，待在原地，状态怎么会有改变呢？行动起来，哪怕是一小步，也是向前的推进。只要向前推进，有进展，就是向目标的靠拢，我们就会有自豪感、成就感，状态也会越来越在线。所以我想你已经知道怎么开始了。关掉想太多的开关，什么困难、没条件、不在状态等等，通通抛在脑后。只要你踏出开始的第一步，就已经成功了一半。其次是无法坚持，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开始了，可是做事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挫折就放弃，慢慢的对自己产生了怀疑，对未来失去了信心。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，转换思维。举一个例子，有人问阿诺德·施瓦辛格，为什么别人健身的时候都表情痛苦狰狞难以坚持，而你却面带微笑呢？施瓦辛格回复，因为我的每一次推举，每一次卧推都让我离我的健身目标更近了一步，我当然开心，当然会笑了，也更愿意坚持下去。你看，这就是思维的力量。就像美国现代心理学之父威廉·詹姆斯说的，思想决定行动，行动决定习惯。我们要养成积极思维的习惯。下面和我一起练习用积极想法代替消极想法吧。消极的想法，做这件事很痛苦，没法坚持下去了。积极的想法，做这件事我也经常感到快乐和成就感，它是值得的。消极的想法，这事还有时间，晚一点再说吧。积极的想法，我很期待这件事的结果，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。消极的想法，别人比我做得好得多，我干脆放弃算了。积极的想法，专注于自己，我比之前有了很大的进步，坚持下去会有更大的进步。你可以想一件你现在面对的困难的事儿，试着用积极正面的态度重新思考它。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智慧哦。另外一个让人无法坚持的原因，就是总是盯着那个遥不可及的目标，从而心生恐惧，不由得打起了退堂鼓，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坚持不到最后。这里的方法就是把大目标分解成一个个的小目标。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吧，最近开始跑10公里，10公里可不像5公里啊，对于我来说还真是有点难度。有好几次跑到了6公里的时候，
看到了还剩4公里，遥遥无期，就立马放弃了，关掉了跑步机。后来我应用了把大目标分解的方法，在6公里的时候，我不再想还剩4公里，而是想着再坚持1公里。当我跑到了7公里，我在关注坚持跑到8公里。当我成功跑完8公里的时候，我发现再关注下1公里也很吃力了，我就改成努力跑到8.5公里，把1公里的目标再次分解为500米。通过这个目标分解的方法，我之后每次都能跑完10公里了。因为在过程中每一个小目标的实现都给了我成就感，这种正反馈也激励着我继续前进。如果你不是在跑步机上跑，看不到公里数，而是在户外锻炼，可以给自己设定这样的目标：先跑到前面那棵树或者街口的那根柱子。我相信这个方法可以显著的提高你坚持下去的动力。第3个无法成功的原因是不敢再试。有些人好不容易把一件事坚持做到最后，结果却不尽如意，感觉非常的失望，不愿意再尝试一次，而且还会用我已经试过了，算了吧来安慰自己。毕竟放弃太容易了，但你因此可能错过了成功的机会。其实有可能你只是方法错误了，所以我们只要能做到接受失败，吸取经验教训，不怕重来。这里的重来不是盲目的再错一次，而是要发现问题，吸取教训。这时候有个方法特别的管用，就是要跳出来，以旁观者的视角来回顾整个的过程，找出失败的原因，避免重蹈覆辙。在这里举一个我自己做视频的例子吧。有时候我做视频会特别的自嗨，无论是写稿啊、拍摄啊，还是后期的剪辑，都自我感觉良好。但是等拍完后，跳出来一个观众的视角来看自己的视频，经常连第1句话都看不下去，就想关掉视频。这正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的真实写照呀。所以我后来刻意对于文章的开头部分进行了打磨，慢慢的自己的视频至少开头部分能看得进去了。至于视频的其他部分，也以此类推进行了改进，才有了如今你看到的马马虎虎的视频。所以只要能从跌倒的地方再站起来，找到问题所在，进行正确的改进，多试几次一定能够成功的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探讨了做不成事的3大原因：很难开始，无法坚持，不敢再试，而且给出了对应的解决方案。别想太多，转变思维，任务分割，旁观视角。希望大家多多使用上面的方法，一定会有不少的收获。也别忘了在评论区分享你试了后的成功体验和经历哦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、收藏、分享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记得打开小铃铛哟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